啥？点个追番吗？许教主，沈剑心说要去往长安找一个人，你可知他所找是何人？当时我们得知穿心莲遍布乌蒙贵的炼毒巢穴，他丢了句话就着急走了。看他当时的状态，我不便多问。慢着，你们说的这个沈剑心，是那个沈剑心吗？什么这个那个沈剑心的？那个样貌平平无奇，颜值3到5分，背着天道之剑长4尺3寸，看起来朴实无华，没有七彩光效。那个男人回中原了。原来几位掌门都知道互联网上那个沈剑心是假货。我们当然知道。李王生，他可是3月18回到长安的。沈剑心此次回来，有没有去过德月楼？东方谷主，莫非除掉黑龙帮的，真的是那个沈剑心？李统领，这黑龙帮什么来头啊？流量组织吧，这波就是蹭沈剑心的人气。李王生，这可是一举一动都能影响江湖格局的人，你为何不及早通知我们？几位掌门，我门下弟子回到中原，难道还需要各位的批准？阿弥陀佛，老衲来说句公道话，以老衲执掌少林多年的经验，沈剑心一旦现身，江湖必定掀起腥风血雨。李掌门，你是否还有所隐瞒？莫非你纯阳宫门下弟子跟毒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？玄正，你说什么？家主，是不是要动手了？给我退下！皇上，老衲我就是想说，沈剑心到底去干嘛了？你别激动啊。我也不知他人在何处。李掌门，沈剑心此次回中原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我推测沈剑心此行一定与这穿心莲有关。你们几位掌门全都拿着此物制造的纯阳寒针伞，而这正是乌蒙贵炼制毒人的关键。许施主，那乌蒙贵炼制毒人之术是任何人都能被炼化的吗？不错，常人皆可被炼为毒人，炼成之后便可获得强大的力量。那若是原本就武功绝顶之人，被炼制者功力越强，炼化出的毒人力量更是倍增。各位掌门，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但当务之急还是要想想如何应对毒人事件背后的黑手。也许已经太迟了。李王生啊，当时他回华山，你便不该放他下山涉足毒人之事。他和毒人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有，他也是铲除毒人的那个人。大伯，车速有点快啊，也不怕撞到人？大侠，我着急送货，若是不慎冲撞了大侠，在下万分抱歉。送货？你这车厢里有2个货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呢。怎么，人贩子？不，大侠您误会了，实不相瞒，车后是一对夫妇，我是送他们离开长安前往扬州的。大侠冒失了吧？他俩是长安城的一对苦命鸳鸯，2人情投意合，这
姑娘却意外被长安脂粉店王掌柜看上，要强纳为妾。两人被逼无奈，只能带着全部身家，请我连夜送他们出城，逃离长安。你为何也服用这纯阳寒针散？咱们这些开车的，没了这寒针散可没法活。这一整啊，能让我日夜兼程跑500里路呢。当心！不想死，就乖乖把钱交出来。大侠，没事的。臭小子，放了这个无辜的马车，有我们黑暗飞龙帮在，任何黑暗势力都要低头。老子今天抢定他们了，就凭你们也想拦我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不愧是黑暗飞龙帮，山贼团伙，即日起解散。感谢各位大侠救命之恩。遇到危险，记住4个字：别怕，我在。那是我的台词儿。是我眼睛有问题吗？这么假的做戏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当然知道，这些人想要在互联网上制造事件，收获名望。我配合着他们演戏，他们也就放我走了。我和车上的人都不会有任何伤害，我又何必揭穿他们？但大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是真的劫匪，在下和车内的小两口可就一命呜呼喽。但行侠仗义怎么能弄虚作假？如果人人如此，江湖岂不是再无名副其实的大侠？这天下又有几人是名副其实？又有几个大侠会来管这些拦路山贼？大侠，您不用教我们怎么选择。就到这儿，我下车。既然事情与我武圣教无关，各位掌门慢走，下次有空再也别来了。各位掌门，沈剑心是我纯阳中人，我作为掌门会亲自处理。各位掌门回去后还请多关注毒人事件的进展。徐教主，沈剑心若真的变为毒人，毒教……他们两个在说什么？听不清啊！我练过唇语，大概能看出他们在说什么。若是沈剑心变成毒人，你的笛子对他是否有用？李掌门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会给李掌门也准备一个。李掌门，长安城可是我的辖区，沈剑心之事非同小可，我可以在长安城照应你。我在凌雪阁的线报查到，此前长安城毒人是有人蓄意假扮。李统领，你的辖区，我当然知道是假扮的。我的人搜遍了长安各个角落，别说毒人，就连一只老鼠都无处可躲。但无论是真是假，此事都指向五毒教。既然各大掌门愿意前来一探究竟，我何不一起前来？而且我并未带一兵一卒，只是前来查探真相的。李统领既然掌握全局，可否告知我徒儿在长安的下落？哼，我可令长安所有将士和情报部门出动，全城搜查沈剑心的下落。糟了，此次来的匆忙，没带鸽子。李统领莫慌，此乃万花天宫万里鸽，比鸽子好用。让方内准备一下，复盘秋天的第一次遇到沈剑心的宣传策略，升级这套打法，核心内容为失踪的沈剑心，全面覆盖到我们垂直的西子湖面标群，提高参与寻找沈剑心的转化率，注意提前买点，第一时间采集相关信息，争取能够破圈扩散到整个江湖。这是我的印章，速去。是，方主。阿弥陀佛，老衲为沈施主诵经祈福。阿尤朵，现在毒人事件愈发严重，乌蒙贵又下落不明，你为我转告艾丽长老，由他带领你们和阿亮留守苗疆。教主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等你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咸松林抓小龙虾，好不好？你是想让我回不来吗？查封长安某个大药房，入见沈剑心，拿下。统领写的什么呀？
实不相瞒，车后是一对夫妇，我是送他们离开长安，前往扬州的。老实交代，钱藏哪儿了？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怎敢欺瞒各位大侠？你们可想清楚了，这毒药发作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哎呀，哎，就知道你不对劲，你们这帮江湖败类，想在我面前谋财害命。败类，我们是败类，他们俩就是禽兽。这位大侠，这场戏就是等您回来才能完美。王掌柜强娶民女不假，但这2人事先勾结，假意进门，一同设陷毒杀了王掌柜，并偷走大量财物。王掌柜毒发暴毙，官府发了悬赏缉拿，我们是替天行道，顺便取个赏金。满口胡言，一个劫匪还成了英雄不成？您若不信，可以让他们亲口告诉你。他们已经服下了剧毒，而解药只有这1颗。谁先说出赃款的下落，谁便能活下来。娘子别怕，我们清清白白，如果能死在一起，也不枉此生。大侠，待我们死后，希望你能将我夫妻俩安葬到一起。小女子跪谢大侠。给他们解药。我说过，解药只有1颗。大侠，就由您来决定给谁吧。大侠，相公，只要能与你死在一起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先是口吐黑血，等这炷香烧完，便是5脏溃烂，无药可救。我说，我真的告诉你们，钱财就在出城东门后2里路大槐树下30步的一块青石下面，里边有我们带出来的黄金，给王老爷下药的是他。还请后汉饶命，我先说了，就要给我吧。大人，求求你放我一马，我都招了。至少他们死在一起的愿望实现了。大侠，你也看到了，这2位是殉情，与我无关，这也算是天意了。天意？难道这一切不是拜你所赐？如果他们不交代实情，恐怕就是我们死在你手里了。莫非谁的功力更高，谁才是天道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，统领，您怎么来了？收到我发回的命令了吗？收到了。长安药店已经被查封，但很蹊跷，我们过去的时候，那药店就已经人去楼空了。可有沈建新的下落？啊，统领，我们刚才巡逻时碰到沈大侠了。他在这路上抓到了一对夫妻嫌犯，他们已经当场招供，2人毒杀了城里的王掌柜，想携款潜逃。沈建新怎么知道他们犯案？正经人谁会带这么多财物出走啊？沈大侠不愧是神武，这都能被他发现。沈建新他人在何处？他说还有要事赶往扬州，便先走一步了。不是都办了流程，为什么不请报案人回来录口供？统领，那可是沈大侠，谁能留得住他？还有，不是您通报拿下武器敬礼吗？你们看到的沈建新是何装扮？装扮就是沈大侠那套经典套装啊，身披蓝金披风，背挂天道之剑。沈建新和我分开时，可不是他描述的这般。而且天道之剑早已在华山封建。这么说，这里出现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沈建新，
真正的沈剑心的确来过这里，这是我放在他身上的潜行珠。潜行珠只有2种情况才会离开沈剑心，哪2种？一种是他死了，另一种是他还没完全死。这哪种都不太对劲儿啊！老衲祝沈剑心平安幸福。别念了，沈剑心都快凉了。一定是有人释放迷雾，想要误导我们。沈剑心现在恐怕情况不妙。那对夫妇呢？统领，我们已经押回牢房了。真是怪异，秀峰发布的信息竟然没在互联网掀起任何风浪，没有任何人在讨论沈剑心失踪的事。长安城脂粉店根本没有所谓的王掌柜，也没有任何掌柜被谋杀的案件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现场那对夫妇了，他们一定跟此事有关。那对夫妇不简单，我的手下轮番问话，他们始终一言不发，我也不确定能不能问出有用的线索。你好啊，知云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各位掌门齐聚于此，一定是想知道沈大侠身在何处。沈剑心，你们在家里还好吗？沈剑心，你才是那个对我好的人。沈剑心，沈剑心，沈剑心对吧？你认错人了。不用叫我，我真的告诉你们，沈剑心对吧？你认错人了。
慢着，你们说的这个沈剑心是那个沈剑心吗？什么这个那个沈剑心？那个样貌平平无奇，颜值3到5分，背着的天道之剑长4尺3寸，看起来朴实无华，没有七彩光效。那个男人回中原了。驾！哥们儿，车速有点快啊，也不怕撞到人。大侠，我着急送货，若是不慎冲撞了大侠万分抱歉。送货？你这车厢里有2个货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怎么，人贩子？臭小子，放了这个无辜的马车，有我们黑暗飞龙帮在，任何黑暗势力都要低头。老子今天抢定他们了，就凭你们也想拦我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出什么事了？统领，您怎么来了？收到我发回的命令了吗？收到了，长安药店已经被查封，但很蹊跷，我们过去的时候，那药店就已经人去楼空了。